大家好，我叫 Pen。這個單元我們來認識蠻有趣的動畫。我們會先認識如何安裝我們的免費腳本 GridMate。我們利用這個腳本產生的素材，搭配 AE 的基本功能，我們就可以產生類似像箭頭或是愛心的這種效果。我們最後產生的素材就可以搭配 AJuice 提供的免費插件，我們就可以產生蠻有趣的效果。好，我們現在開始。Hi, welcome to my channel, Paint My Graphic. In this unit, I'll show you how to use GridMate with basic After Effects tools to create simple animation effects. Let's get started. 下載腳本，我們可以先進去我的網站，你可以掃描 QR code 或是點這個連結，下載這個免費腳本。我們下載之後會有兩個檔案，一個是腳本，然後另外一個是說明檔。我們打開一下說明檔。好，我們只要把下載好的腳本放到 AE 的腳本資料夾裡面，然後重新開啟 AE， 然後讀取這個腳本，這樣就可以了。就是把這個腳本，我們按下 Ctrl+C 拷貝起來，然後貼到這裡來，貼上。腳本貼上之後，我們必須重新啟動 AE。我們打開 AE 之後，就可以從檔案這裡，然後腳本讀取腳本資料。好，我們找到腳本裡面的這個 GridMate， 我們按下開啟。好，這個腳本是因為我想要產生一個單一素材製作的一個小工具。我們如果每次使用腳本都要從這裡去讀取的話，它會比較麻煩一點。我們就可以來設計一下快速鍵。我們進去編輯 Keyboard Shortcut 這裡。好，我們搜尋一下我們的腳本。好，我們找到腳本資料夾裡面的這個 GridMate， 我們只要在旁邊點一下，好，你就可以打上任何你想要快速打開這個腳本的快速鍵。我是打上 Ctrl+F1。好，我們確定好我們自己的快速鍵之後，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OK。好，我現在把腳本關掉。我們现在如果要打開腳本，我們只要按一下 Ctrl+F1，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打開這個腳本。我們在認識 GridMate 功能之前，我們先來設置一下我們的合成区。我們新增一個合成区，我們打上你自己想要的名稱。好，我們把等比例關掉，然後尺寸設1000乘1000，然後每秒30格，秒數我們打上500，就是5秒。顏色我們設深灰色的。好 ，OK。OK， 我們再進去編輯，然後設置裡面格子指南這裡，我們把顏色改成紅色的，距離我們改成100，然後細分改成2。好，我們按一下 OK， 我們打開一下格子。好，我們可以按一下滾輪來修正一下我們的畫布位置。好，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現在確定好我們的工作界面，我們就可以在 Windows 底下，我們把它存成一個新的工作界面。好，我們可以打上 GridMate。OK， 我們先認識一下 GridMate 語言的地方。GridMate 它支援多種語言，你可以切換成，比方說日本語，或是韓語，或者是繁體中文。好，我們把它切換成英文。我們確定好語言，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Start Preview， 這裡會有提示詞。好，我們按一下開始預覽。我們預覽的時候，我們的圖層上面就會多出一個 Grid Preview， 好，就是一個立方體的一個預覽。我們現在如果把它的垂直數量改成2，然後 Y 軸的距離改成200。好，第一個預設它是這兩個立方體，它會包含在同一個圖層裡面。我們按下 Apply。好，我們打開看一下，我們的圖層裡面就會包含兩個立方體，我們就可以透過編輯這兩個立方體，然後產生我們需要的外形。我們在後面會介紹如何製作。我們先把它刪掉。我們再切換一下第二個預設。
我們透過這個預設來認識一下它裡面的一些基本參數。比方說，我們可以改變立方體它的尺寸，比方說50改成80，數量我們改成3，水平跟垂直的。然後你也可以增加邊框，比方說我們增加邊框10，好，然後這是距離，距離我們改成200，然後這是200。內填色我們改成灰色，然後邊框顏色你也可以改變，比方說白色。好，然後下面這裡會有預覽模式。如果我們的數量比較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預覽模式切換成點或是邊框。好，我們選擇自動就可以了。好，我們確定好我們的參數，我們就可以產生立方體。這個選項就是立方體，它並不會包含在同一個圖層裡面。好，我們按下執行，我們就會產生9個立方體，單獨的9個立方體，我們就可以搭配 AJuice 的一些插件來做使用。好，我們先把它刪掉。我們現在要開始正式設計箭頭，所以我們把它切換到 Design 的這個版本。我們來設計一下第一個箭頭，我們透過這個預設，直接按下執行。好。我們打開一下，我們選擇這個立方體的路徑，按下右鍵，轉換成可編輯的倍置路徑。好，轉換之後，我們再選擇這個路徑，然後使用增加錨點這個工具。好，我們增加一下錨點，這裡一個，然後這裡一個。我們再使用移動工具。框選這個錨點刪掉，這個錨點刪掉，然後這個錨點移動，移動的時候可以按下 Shift， 它可以垂直的移動。好，移動到這裡，我們這樣箭頭就設計好了。我們可以增加一下圓角，我們把圓角打上20。好，我們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設計出第一個箭頭。好，我們現在選擇這個箭頭。按一下 Ctrl D， 好，我們進去裡面把這個刪掉。好，我們來製作一下第二個箭頭。我們先按一下開始預覽。我們把 Y 軸數量改成2，然後 Y 軸的距離改成200。好，我們按一下執行。我們執行之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圖層裡面，它就會有2個立方體。我們先修正一下上面這個立方體。好，我們一樣選擇這個路徑，按下右鍵，變成可編輯的倍置路徑。我們再選擇這個路徑，我們增加一下錨點，這裡增加一個錨點。好，然後我們把這2個錨點刪掉。然後另外一個立方體，我們改變一下它的尺寸，等比例關掉 ，S 軸改成100，Y 軸改成150。好，我們讓它稍微往上移，移動的時候可以搭配 Shift。好，我們修正一下第一個的路徑，我們讓箭頭低一點。好，這樣我們箭頭就設計好了。然後，如果我們要針對這2個外形，然後增加圓角的話，好，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圖層，然後一樣新增圓角。好，圓角數量我們一樣打上20。好，我們這樣第2個箭頭就設計好了。我們來設計一下第3個箭頭，我們一樣選擇這個箭頭，按一下 Ctrl D， 進去裡面把這個刪掉。好，我們先按一下開始預覽。我們把 Y 軸這個數量改成1，尺寸我們改成400。好，我們按一下執行。我們再打開一下這個立方體，我們讓它的路徑變成可編輯的倍置路徑。好，我們再選擇這個路徑，新增2個錨點，第一個在這裡，第2個在這裡。好，我們再使用移動工具。我們直接框選這2個錨點，然後往上移，移的時候記得按下 Shift。好，
我們在框選這3個錨點，往上移，移的時候按一下 Shift。好，我們這樣很快速的就可以產生了第3個箭頭。好，我們來製作一下第4個箭頭。我們選擇這個箭頭，按一下 Ctrl D， 把這個刪掉。我們把尺寸改成300，圓角改成50。好，我们按一下 Apply。我們打開一下這個立方體它的參數，關掉等比例，我們把 S 軸改成100。好，我們這樣就產生一個圓柱體。我們這個箭頭它其實就是3個圓柱體。好，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改變它的中心點的方式，我們先選擇這個圓柱體，然後改變它的中心點，移動它的 Y 軸，移動到這裡。好，大概這個位置就是這個圓球的中心點。-100。我們確定好這個圓柱體，然後還有它的中心點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立方體。我們按一下 Ctrl C， 然後我們再進到內容這裡，按下 Ctrl V， 複製另外一個立方體。我們再選擇這個內容，再按一下 Ctrl V， 我們複製2個立方體。我們再選擇這個立方體，我們進去它的旋轉這裡，旋轉一下它的角度，比方說-45。好，然後另外一個打開一下，旋轉一下它的角度，45。好，我們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很可愛的一個箭頭。然後如果你覺得它的身體不夠長的話，我們就可以進去立方體1這裡，然後去修正這個參數。比方說，我們把它的長度改成400。好，我們再透過位移，然後去移動一下它的位置就可以了。移動50個像素。好，我們這樣就可以產生另外一個長度的箭頭。我們現在知道它的概念，我們來設計另外一個範例，就是愛心。好，我們現在選擇箭頭4，我們按一下 Ctrl D， 我們改變一下名稱。好，我們進去裡面，我們把它刪掉。我們產生一個200尺寸的一個立方體。好，我們按一下執行。我們再到裡面，改變一下它的參數。我們關掉等比例 ，Y 軸改成100。然後顏色我們改成紅色的。我們再打開一下旋轉。我們讓它旋轉45度。好，我們現在讓這個圓柱體產生近色的效果。我們只要搭配一個特效，就是近色。我們搜尋一下近色。好，我們把近色丟到這個圖層這裡。我們看一下近色，這裡會有個近色中心點，就是這個中心點。我們的畫布尺寸它是1000，所以我們只要把它改成500。它就在我們的中心點，所以我們打上500。然後，如果我們想要讓愛心產生彈跳的效果，我們這邊搜尋一下 Bulge， 我們把凸起丟過來。好，我們先改變一下水平跟垂直它的半徑，啊，比方說130。好，我們再透過凸起的高度，我們就可以簡單的設一個簡單的關鍵一格。好，比方說第0秒的地方，我們打上-0.9， 設一下關鍵一格。我們在15格的地方打上1。好，我們再按一下 Alt 鍵，再按時鐘，我們加上一個簡單的表達式，就是loop out。我們把 cycle 改成乒乓。好，我们在框選這2個點，按右鍵，我們增加 ease。好，我們來看一下效果，我們就可以產生愛心彈跳這種效果。好，我們範例介紹完了。如果你有下載 GridMate， 可以在留言區打上1、2、3，選一個最符合你的感覺。1，不錯，已經在用；2，希望能看到更多運用；
3. 我是國外觀眾，我是哪個國家的朋友？歡迎大家留言跟我互動。最後，我們來分享一下如何透過 AEJUICE 提供的免費插件，然後讓我們的箭頭產生動態的效果。我們可以從這裡去下載插件，或是我們的安裝指南下面這裡也會有 AEJUICE 免費插件的連結。好，我們點它進去裡面。AEJUICE 它提供了免費的大量的預設，然後還有腳本。我們等一下會使用到 Anti-Static Toolbox， 然後還有Copyiz。好，所以我們先登錄我們自己的賬戶，然後下載一下。我們腳本安裝完之後，它會出現在 Windows 的這裡。好，然後打開之後，我們必須先登錄自己的賬號。我們先登錄自己的賬號。我們登錄之後，可以進去設定裡面看一下。AEJUICE 它很貼心的提供了多國的語言。如果你想要選擇其他語言，你就選擇其他語言，然後再重新啟動 AE 就可以了。好，我們按下 OK。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免費插件，它是在閃電這裡，它全部都是免費的。Anti-Static Toolbox 還有 Copyiz。工作界面的設計跟布局，我們在之後的單元會介紹。我們先來制作一下我們今天的範例。我們選擇箭頭1，按下 Ctrl D， 我們複製一下。我們改變一下名稱，好，叫做 Motion。我們再點2下，然後進去裡面。比方說，我們現在想要設計一個動態，就是這個箭頭，它從四面八方移動，然後產生速度感的這種效果。好，我們現在就可以選擇這個箭頭。我們先改變一下時間，改成1秒。我們按下 Alt 加上中括號，然後預覽，按一下 N。好，我們現在選擇這個箭頭，我們進去畫布裡面。畫布裡面它這裡會有個近攝位置。比方說，我們現在想要產生4個複製，然後它會產生旋轉。旋轉打開的話，它每個箭頭它的方向就會不一樣。我們把距離改成200。好，我們按一下近攝位置。我们就會產生4個箭頭，然後不同方向的這個效果。然後近攝位置，我們也可以透過它的半徑，然後去產生移動的效果。我們現在選擇所有的圖層，我們按一下 P。好，比方說我們前面的位置是這個地方，然後後面1秒的地方，比方說我們想要讓它移動到300像素的地方，然後這時候我們複製就要關掉，我們按一下近攝位置。我們就會產生第2個關鍵一格，好，我們就可以產生這樣子的效果。我們如果想要讓這個動畫1秒，另外產生彈入彈出的效果，我們就可以進去時間裡面，這裡會有個彈入彈出的效果，我們把格數設成5。好，我們先按一下 Shift 加 T， 我們打開一下透明度看一下。我們現在執行一下彈入彈出，好。我們就會自動的產生彈入跟彈出5格這個效果，我們就會出現這樣子的效果。然後，如果我們想要讓箭頭它在移動的時候，另外產生速度感，我們這時候就可以認識 AEJUICE 提供的另外一個免費插件，就是 Copyiz。好，我們這邊選擇 Copyiz， 它的使用方法很簡單，我們先進去瀏覽器裡面，好。它裡面會有很多的動態預設，我們只要選擇我們想要的動態預設，然後按下 OK， 拷貝起來，然後貼給我們的屬性就可以了。我們現在比方說選擇這個，好，我們按下 OK， 然後我們再按下拷貝。我們拷貝完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的圖層，比方說這個圖層，我們先進去曲線圖裡面看一下，好，選了這個圖層，然後直接貼上就可以了。這個也是一樣，選擇貼上，選擇貼上，選擇貼上。好，我們這樣就很快完成速度感的箭頭。我們再回復到 Anti-Static Toolbox 這裡，我們看一下關於這裡。如果我們想要快速的學習這一套插件的話，我們可以進入它的網站。它裡面就會有詳細的教學。
像你現在看到的，其實光是 Ajuice 的免費插件就已經有非常多實用的功能了。我自己在實際工作跟教學中，也一直有在使用 Ajuice OSS 年度方案。如果你之後想要更完整、更新、更快的工作庫，下方有優惠10%的專屬優惠鏈接，點進去購買就會自動套用折扣，有需要再參考即可。你家貓咪跳上來了，饅头，你又上來了，饅头。